湾异国婚姻很多，因为不同的种族、语言、文化的结合，为台湾社会许多早就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带来了不同选择，像是教育这件事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你来看看，是由台湾爸爸跟波兰妈妈所组成的跨国家庭。他们不愿意让小孩子成了填鸭式教育的一员，一双儿女没有上过一天学校，基本教育都是自己教的。当同龄的孩子在补英文、数学，他们就上才艺班，希望可以挖掘孩子的兴趣，提升竞争力。 Sofia Shenwernig, representing Taipei Ice Skating Institute, Taipei. 在冰上展现自信，优异的表现拿下去年花式滑冰大赛青少年组冠军。她是明秀，台湾波兰混血儿，今年14岁，应该是8年级国2生。当同龄的孩子都在忙着补英文、补数学，为升高中做准备时，她在舞蹈是他最爱的才艺课之一，从4岁开始，中间中断2年，就一直学到现在。加上绘画、摄影、滑冰课程，他的生活范围跟同龄的孩子明显不同。他们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学校，不然就是在才艺班和补习班。我们真的到处都跑，不只是国外哦，本来就是哪里都有去过。对，时间这么弹性，因为他是自学生。 家里的书房就是教室，妈妈就是全职老师。这天下午，明秀上的是波兰文、数学，弟弟明哲上的是英文、地理。波兰籍妈妈以1对2，波兰文、英文不断切换。台湾爸爸有空也会加入行列。你是代替哪一个？代替这个。一家4口3种沟通语言，这是爸爸妈妈刻意塑造的环境。打从明秀4岁开始，他们就决定孩子的基本教育自己一间行。就是看到学校他们怎么教，然后他们怎么上课的方式，就不太喜欢，你觉得自己不习惯，所以会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家的家庭的小孩，所以不希望是一直都要。 为了考试学习。Okay, so you tell me, what is an ash cloud? Ash cloud? Yeah. Ash. 不局限于课本的内容，拥有蒙特梭利老师资格的波兰妈妈，自制图卡、字卡，活泼教学内容。这堂火山课也以家里现有的食材来了一堂实验课。You have to pour it carefully. I don't know if it's gonna work. Hope it will. Yay! So you've got the lava going down. 第一次实验就成功，姐姐在旁用相机记录这一切。随着光影的不同变化，爸爸也来个机会教育。我觉得我们每分钟都我在教育教他们，除了做梦的时间以外，除了上课，真的在。 我们小教室上课的那个时间，除了那个时间以外，我觉得我们一整个生活都是教育的一种。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然后我们乐在其中。And the zebra asked me, "Are you good with bad habits?" 父母是 7-Eleven， 小孩即使上才艺课，父母亲还要准备自学的课程，因为妈妈是波兰人，坚持母国文化不能断。重要节庆带一双儿女返回娘家参与，一家人有空还安排到各国 long stay， 让小孩接受多元文化，增广视野。我们去那个尼加拉瀑布，然后那是新年，街道都是雪，然后还蛮冷的。 重点就在于说，他本身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技能，而且他有正确的态度。那最重要的是一个能够自我学习、自主学习的一个能力。因为大的环境产业会变，你不可能永远只会一套东西。要以一种动物来形容你，希望你的孩子更具有竞争力，你会用什么样的动物来形容？不晓得明秀你觉得呢？动物 ，antelope。好。 对，他就是因为他机动性很高，认为小孩有技能比考试分数更重要，而技能又源自于激发、挖掘小孩的兴趣。来个孩子从小开始，不管是出去玩或有兴趣的主题，都做成简报。就是特质，对啊，他的
好，它的种类。有兴趣就有求知的精神，才艺班也是每一年重新检视，人有兴趣的继续上。1的、2的，你要开始。1的、2的、3的、4的、5的、6的、7的、8的、9的、10的。你会特别喜欢哪一个部分？就是我自己换音乐换成别种。就是另外一种创作曲目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像你现在弹的这一首。对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条件，每个人的智能生下来就不同。我乐器想要跟人家一样，事实上我只是扼杀了我小孩子的特色而已。那未来社会就是讲究就是要特色，每个人都要有特色，都要品牌，都要有差异性。我想要当一个滑雪教练，然后同时可能也会制片，就是制片还有拍照，对啊，就拍一些主要是纪录片啊。那我觉得我自己还蛮适合当导演，就像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6，我去参加用手机拍片的一个营队，那。我那时候我们的团队就很小，那团队里面大家都比我大，可是还是我就这样整个管，他比我大一岁，我也会就其实我自己认为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可以控制场面的一个人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起来很怪，还是我那时候可能鞋子上面绑个轮子，这样滑来滑去，大家都吓死了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才14岁，明秀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已经有了想法。虽没上学，姐弟俩透过参与才艺班、自学家庭共同出游，弥补缺乏的校园团体生活。因为是每天都跟不一样的人一起上课，我的团体生活跟学校的小朋友不一样。如果下午他们觉得为什么要上课？所以他们完全不听话。下午本来就有在上课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要做？我一直在做啊。进入青少年时期，同样也进入叛逆期。校园内口角摩擦，真实在这一家上演。因为学习进度要自己掌控，求学过程他们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同的道路。总结过往10多年的自学之旅，陈爸爸给了这个答案：我希望孩子要能够有国际观，然后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然后还有不怕陌生的事情、环境跟人。自己认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雏形出来。